无论你是贷款买房、负债买房，还是你现在正要买房的，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买房的这个血泪史，再做决定。我是3年前买的房，到现在为止，我的首付60万全赔光了，3年还的房贷将近20万全白还了，整整80万没有了。80万对于有钱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。我37岁了，我就是在奋斗10年，我能挣出80万吗？而且现在房子那么多，肯定房子会越来越便宜，所以我决定忍痛把我这个房子卖掉了。我宁可血本无归，也不想这样负债累累的继续生活。就在上个星期，我挂了2年的房子终于卖掉了。签下合同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无比的轻松。我终于不用为每个月的房贷而发愁焦虑，整夜的睡不着觉。几十年来，中国房主一直认为房地产是可靠的财富储备，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楼市继续暴跌，许多业主因为失业而面临房贷的压力。上海房价断崖式下跌，有的地方暴跌了60%左右，一些顶级豪宅也遭遇了滑铁卢，有过亿的豪宅价格几乎是腰斩卖出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有房贷的情况下，你家老公一直不出去工作，你们会焦虑吗？距离我老公被裁员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虽然他每天也在找工作，但是一直还没着落。这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我们身上还背着房贷、车贷，还有2个儿子要养，每天睁开眼不吃不喝也得300多，靠我3000左右的工资根本不够开销。一想到这些，说不焦虑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焦虑解决不了问题，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难就会善待你，万般劫苦唯有制度。上海旁边腰斩房，花桥的房价暴跌了60%左右，投资客们血亏离场，首付30%的上海梦也碎成了渣。经数据统计，花桥有超过3200多套房子在挂牌，从当初的单价2万3、2万4，如今降到了1万1左右。上海博主丽丽说，她刷到视频，看到他们小区有出售和她家相似的房子，报价才230万，这让她很吃惊。她才意识到她家房子跌了50万。这套房子是我和老公在2019年贷款买的，当时花了283万，再加上10万的装修，将近花了300万才住进来的。110平，3房2厅2卫，贷款才还不到5年，目前每个月要还6000的房贷。现在对比买房的时候，直接折损了近50万。我因为在2018年生病，当时在上海也漂了10年，特别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当时手里七拼八凑的才能拿出100万来，只能选择比较偏的地段。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，直接被这个小区的环境吸引了。在上海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小区和房子，我当时是铁了心要买。我和老公一商量，和我爸妈、我妹妹还有我小姑子那里都借了一点，付了153万的首付，还有130万做贷款，贷30年。如今已经5年过去了，除了每个月6000的房贷，多一分都没有还，还暴跌了50万。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冤大头，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们是刚需自住，不管是涨了还是跌了，我们暂时也不考虑卖。博主明月是上海的一位房产人，他认为未来房子不会涨价。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已经跌幅超过了50%很多业主呢在等着反弹，在等着上涨，说房子就跟股票一样，跌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反弹涨上去。明月跟大家详细的告知一点房价到底会不会反弹，房价会不会上涨上来？不会，肯定不会。很多人说已经很低了，为什么不会涨上来呢？会问这个问题。再告诉你是何的原因了，是现在的库存太多了，再加上现在的结婚出生率，整体的经济完全扛不住。年轻人现在不敢买房，不敢贷款，更不敢去生孩子。很多人的收入是不稳定的，所以导致他们根本不敢去买房。朋友们都说环湖跌得最惨，但是上海有个地方比环湖还要更惨，你很难相信，竟然暴跌了60%，35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只能卖个150多万，业主们都快跌麻了呀，这辈子都算跌进去了。有朋友们可能已经猜到了，对了，那就是临港。临港的下跌和环湖的下跌都有相同的问题，都是距离上海的市中心太远，炒概念导致了价格虚高。中国大陆很多人是贷款买房，然而呢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滑，很多公司裁员。如果业主失业，很多家庭就要背负着巨大还房贷的压力。我要失业了，这个月28号就是我最后的工作日。昨天还斗志昂扬地说要努力赚钱，努力存钱，今天就被老板找谈话。没想到我在面包店做兼职也被裁员了。
真的是时代的一粒沙，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呀。今天下班回到家，我来做饭，烧点粥，中午还剩了点米，做个香肠炒饭，再炖个鱼。我和老公沪漂9年了，生孩子前我在公司做人事，21年孩子出生后没有人帮衬，我被迫辞职做了3年的全职妈妈，直到去年我婆婆才愿意从老家来帮我们照看孩子，我就第一时间在家附近的面包店找了份工作，时薪25元，一个月也能挣个4、5千。本来想着我只要上班勤快，干活利索，给老板留下个好印象，我的工作就是稳定的。直到今天老板说让我去找个其他工作，我才发现我们每个人不过只是 Excel 表里的一行成本，删掉我们，公式依然成立，我们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吃完饭，婆婆收拾厨房，我给孩子收拾了一个写字桌，本来打算买个新的，现在想想先用这个旧的凑合一下吧。每月房租房贷近1万的固定花销就像座大山一样，如果我再失业，日子确实不太好过呀。但是我也不会灰心，继续找工作，也许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呢。博主梅梅子表示，她28岁，刚被裁员了，今年是她沪漂的第7年，在公司的第3年，算是公司的老员工了。虽然从公司开始裁员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是真的被裁的时候还是难以接受，并且很焦虑。在部门总监找我进行裁员谈话时，我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。我虽然知道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公司面临难关，但是现在的就业形势也很严峻，失业人群特别多。我在职的时候也是兢兢业业，我同事知道我被裁了，还特地找了部门总监，但是没办法，无力回天。28岁大龄互联网女工被裁员，还能找到工作吗？投出去的简历基本都石沉大海，已读不回，一个岗位基本都是上千人竞争，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去跟别人竞争，学历卷不过985、211，年纪也比别人大，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特别焦虑，失眠到半夜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在上海每天一睁眼都是消费，回老家也不知道做什么，压力真的很大。北漂13年，今年38岁，房贷每个月有1万5吧。刚经历了互联网裁员，老婆呢现在怀了2胎，现在目前在家失业的第70天。我现在应该就是现实版的绝地求生了吧，应该没有比我这个再现实的了。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摆在我眼前的，我现在失业是要继续找工作，还是另谋出路？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刷 Boss 直聘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岗位发布。记得我刚失业的时候还充了一次会员，2个月的，现在大概还剩半个月的有效期。我刚才梳理了一下，最近1个月我投递简历大概有189次，然后实际走到面试的话呢，不到5次。所以现在看来找工作的确非常的困难，估计大家也能感受到。现在摆在面前的其他出路，要么就是送外卖，肯定比打工上班自由；要么就是开滴滴，肯定也比打工上班自由；再或者可以当保安，那肯定比送外卖和开滴滴更自由。但是这3样挣的都没有打工多，所以我大概率还是会继续找工作。25岁失业半年后的生活到底有多惨？去年年底离职后，3月份入职了一家新公司，上了20多天班，公司因为团队经营问题把部门解散了，所以我又要重新找工作了。失业后，我选择来上海投奔哥哥，看看这边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刚好今天是我来上海的第7天，这些天我也一直都在约面试、跑面试，但是结果都不尽人意。有的觉得经验不够，有的聊的时候还可以，但到最后都没了下文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步做错了，于是每天一到晚上就越想越焦虑。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，就算失业也要把日子过好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打算出去透透气。我来到了徐汇滨江，沿着江边慢慢走，吹吹江风，看着对面的高楼，心情真的轻松了很多。逛累了就在江边坐一坐，真的很惬意。我是543，上海人，今年40岁，刚刚失业正好2个月，现在在家全职带娃，马达索。说实话，刚失业那会儿真的蛮焦虑的，前1个月不断的刷简历，不断的投简历，就是没有回应。于是吧，那个时候就决定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，干脆拍拍抖音，做个自媒体试试看呗。也没有听说过做自媒体有什么年龄限制，对吧？那35岁以上不能做，没听说过，对吧？那就上了。一开始吧是瞒着家人自己拍嘛，随便拍拍发发看。后来被我老婆看到了嘛，她反正还是支持我的，全家人都知道这个东西以后就全都支持我，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，能够让我坚持下来。现在不知不觉吧也做了2个月了，对吧？也做了2个月了。
其实也不算有什么成就吧。到现在我感觉也没有涨粉很快，也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来。最重要的是吧，我觉得我做了2个月的自媒体以后，我的心态变好了。既然下来了，那其实在家里带孩子，然后把家里搞好，其实也是一个工作，对吧？我们贷款183万买下的上海老破小暴跌了快100万，21年底谈好，22年初正式还贷，还贷2年，连本带利还款27.6万，本金12.6万。买完装修后我们就住进来了，也没有特别关注房产的信息。今天突然看到中介在小区门口立的卖房牌子，看到我们小区有出售66平的房子，报价才330万。我们的房子产证面积是69平，我和老公在21年贷款买的，当时花了460万，再加上20多万的装修，将近花了500万才住进来的。目前每个月要还1.2万的房贷，现在对比买房的时候，直接折损了近100万。我们21年社保刚好满5年，孩子出生，当时特别想要给孩子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房子虽然破，但装修一下也还好，离地铁近，周围学校多。如今已经2年过去了，每个月1.2万的房贷，光利息就给了15万。近年来，很多上海富豪移民海外，因此豪华住宅无人问津，房价大跌，甚至是腰斩。这套房子降价8700万。8700万只是降价哦，算一算，按照你现在的工资，你多久能攒够8700万？而这套房子降价就降8700万，原价2.25亿，现在1.38亿，房东就是好狠啊！一砍就砍掉别人一辈子赚不到的钱。你看这个大落地窗，这个黄浦江的景观啊，陆家嘴上空的豪华别墅，陆家嘴上空50层啊，1200个平方。你看这个装修，富丽堂皇，这个大吊灯是不是非常 nice？ 主要是它还带有这么大的一个私家的豪华大泳池，看这边还带有个大露台。我的妈！私家的花园，你在陆家嘴的上空中有这么大个露台，拿给你种花、种菜，对吧？种小葱、种萝卜，多好啊！哇，今天黄浦江的江风格外的大，发型都给我吹乱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